男主人公小海26岁，来自河北，他是古建绘画师；女主人公小思26岁，来自河北，他的职业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啊！你那职业我特别喜欢，古建绘画就是那些古建筑对掉了之后，你们重新描是吧？故宫、天台之类的，你都描过啊？对，你可以啊。那你现在收入一般吧，就是啊。现在人家也能挣钱了，干嘛闹什么呀？他现在是能挣钱了啊！现在就觉得他人变了。我怎么变了？你怎么变？你心里边不清楚是吗？你以前还知道关心我，你现在知道关心吗？你们俩认识多少年啊？10年了，高中同学。哦。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人特别有上进心，也特别孝顺，而且挺能吃苦耐劳的。我们毕业之后就在一起了。没想到他以前的这些优点，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了。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个白眼狼。我听你哪儿不好了？用白眼狼这个词是有特指的。我们对有恩于我们的人，我们不思回报，反而要伤害他，叫白眼狼。你怎么能用这个词儿呢？他不是学那个古建彩绘的吗？古建彩绘学习的时间过程特别长，一学最少也要10年。这10年相当于就是没有什么收入。我们老家其实都是农村的嘛，我家里边条件要比他家里边条件好一些。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他学徒这几年8年就出师了。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跟我父母这代在支持他。他现在有钱了，长本事就全都忘了，天天就想着怎么孝顺他父母。我父母对他的一些好，他从来都不提。现在他总是说他这个辛辛苦苦那8年期间没帮助过父母什么，就每月跟我提出来要给他父母1500块钱。我给我们家钱怎么了？我孝敬一下我父母有错吗？我没有说你孝顺你父母不对呀，但是咱们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吗？咱们一月能挣多少钱呀？能挣多少钱呀？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给过我们家钱，现在我有能力挣钱了，我孝敬一下我父母。你有能力挣钱了，那你想过我的父母吗？你学徒的时候我父母是怎么对你的呀？你想过他们吗？现在不是说我们家条件没你们家条件好吗？我没有这能力，现在在照顾你父母的，对吧？他现在是每个月要给他父母1500块钱。对，每月给他父母1500块钱。不给你父母这个钱。不给。所以你不高兴了。我父母为他付出，他从来都不提，现在就没把我父母为他付出的拿着记在心里边。我就觉得我长这么大了，快30了，从来没给过我们家钱。现在我有这份能力了，说我孝敬一下父母，我觉得我没什么错。除了这个问题，他还有什么变了吗？他以前对你，他现在对我也越来越不好，也不是都关心我，回来对我爱理不睬的，跟他说2句，说不了2句就开始跟我吵。那我每天的工作有多累，我已经说了，我这不是跟你说1次2次了。我现在咱面临着什么呀？还要还房贷，你知道我有多大压力呢吗？你压力大，我上学的时候跟你在一起时，我压力就不大吗？是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好，但是我都记在心里了。你知道我对你什么好？我发现你现在什么都忘了。见谁跟谁说你对我的好吧？两位，拦一句啊，你们还买房子了？在我们老家那边买了一个小点的房子。啊，谁家出的首付啊？基本是我家出的吧。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也不图他就是多有钱嘛，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本身也没有钱，我也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，只要对我好，孝顺父母就挺好了。他以前跟你父母关系好吗？以前跟我父母关系挺好的，学徒的时候经常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去我家转转，知道我妈腰不好，还特意给我妈买一个治腰那种仪器，我妈当时都特别感动，有时候还去帮我们家干个农活之类的，什么都去。现在这些都没有了，所以你觉得他变了？对，就是那他学徒的时候的生活费完全是你出是吗？生活费基本是我跟我父母这边来出，因为上学的时候嘛，他学徒没有收入，我是一边打工一边来支持他的。哦，支持了。这些你都忘了是吗？等于支持了8年。我没有忘，但是我也不能说你对我的好，我天天挂在嘴边上。我见人说你对我有多好，我记在心里边，我看你记在心里边，你谁知道啊？跟你说我花500块钱买一瓶眼霜怎么了？至于让你跟我大呼小叫的吗？500块钱什么概念呀？你是知道我为你花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？我上学为你打工辛苦，我打工你怎么不说呀？来，别吵了啊，事儿慢慢说嘛。什么500块钱眼霜？就是那个有一次去商场嘛，因为我就想买一瓶眼霜嘛，然后我就看了一瓶眼霜，就是500块钱。当时其实我也没舍得买，我就是去别的地方又买了一30块钱的。后来我就想回家试探试探的，我就跟说这瓶眼霜500块钱，回来就冲我大吵大闹的，还把我身上钱都拿走了。我上学时打工，辛辛苦苦给你打工，我在外边，冬天那么冷，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去饭店给人端盘、刷盘子、刷碗的。我手动成什么样了？我跟你抱怨过1句吗？
我知道你想要一个数码相机，我上月新屋给你攒，我省吃俭用的，我给你花2000块钱买个数码相机，我说什么了啊？我不是说想要过这段时间，将来好了，日子肯定什么都好了，面包也会有的吗？现在我们因为买一瓶500块眼霜，你跟我急是吗？当时你跟我说500块钱，我知道吗？当时你要说30块钱，我也能理解。买一瓶眼霜都不行了。别净说你怎么长怎么短，你对我老，但是我知道你不能有你一点都不知道，你早忘了，你忘你一干二净，你就是白眼狼。我没忘。我问你啊，26岁对吧？哎，对。河北农村的老家。对，农村。按照你们农村的习惯，这岁数你们俩已经应该结婚了呀。啊，对。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？本来已经要打算结婚了，现在不是就没钱装修吗？贷款就是向我父母这边来借的，他现在也工作了，那装修房总不能再向我父母这边借了吧？那现在谁在还贷呢？我们俩一起还呀。因为装修不了房子，所以不能结婚，是这意思吗？现在这么多矛盾怎么结呀？啊，他除了这个花钱胳膊肘向他们家人拐，你用钱他特别抠门之外，他还有什么变了？对我也不关心了。本身我的工作压力大很大，我就没有这么多精力天天在胡想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压力大，我压力就不大是吗？你工作我就没工作是吗？都大。他的所谓的变化，所谓的不关心，你能举个例子给大家听？以前还是打电话问候啊，现在也不问了。下雨天我让他接我，不接累。我没，因为我现在我没那么大的精力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不，这个工作到底有多累啊？有多辛苦啊？我要每天站最少站10个小时，就是那个站着工作，对，老是一个姿势不动，成年累月的这么着。小思，你了解他的这个工作吗？了解。是像他说的那么累吗？差不多吧，也就是。那你给他提要求呗？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求是什么？好让老师帮你啊。我就希望他孝顺他父母，你也得想想我的父母啊，我父母在为咱们付出的呢。现在我也是想过，但是两全其美不了。啊，没事。给他父母寄750，给你父母寄750不就得了吗？我父母不是因为他这750，就是钱的事。我父母为他付出那么多，还在乎那钱吗？把房子都给我买了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呀。他现在就是你吃不吃了，也不是说你每月非得给我们家，给你们家钱就得给我们家钱，你关心关心我父母。就你希望怎么关心？你给他提要求。帮我父母干个农活，去看我父母，出事那么长时间了，没去过我们家几次，这不应该，没给过我爸妈买过一件香香。你为什么这样？我不是不去咱家，因为我说我当过1天工，我就当过是人民币，刚出事我得奋斗。那你们春节总是不用休的吧？春节你为什么不去人家呀？他就想着陪他父母呢。我们家亲戚朋友呢，我也。你现在就这样，就他们家，跟我现在跟我分的那么清。那你春节去他们家了吗？他不去我们家，我也不去他家。那他学徒的时候那几个春节你们是怎么过的呢？学徒的时候，我还经常有时候去他家帮他父母干些活之类的，他也去帮我们家，挺好的。就是出事之后，就什么都变了。没给你家钱，我就是变了；我要给你家钱，我就没变。什么叫这是能用钱来说的吗？啊，你不是就是这意思吗？我父母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？你。等到我父母都走不动道了，你才能照顾是吗？好，还有吗？没了吧？苦诉完了。苦诉完了。啊，你是把他带到我们这儿来，让他们改造他的呢，还是怎么着？我这边今天来就想让专家老师这边点评，到底是我这边有问题，还是他这边确实变了？就是你们是来评理的是吧？就是希望专家给我们改善一下，因为我们毕竟也不想就这么着。就是不分手。分吗？这手？他要这样还继续分呗。他要这样就分是吧？对。舍得吗？就这么一个白眼狼，我有什么舍不得？谁是白眼狼啊？哎，你就是白眼狼。我怎么就白眼狼？行了，已经被骂白眼狼，就认了这个白眼狼呗。本来我不是白眼狼，为什么又说我是白眼狼？好，你们俩口才真好啊！来，接着我们听听老师们是怎么看的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故事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无数次的上演，一开始是恩情一片，最后呢是吵吵闹闹，它都有它必然发生的因素。我们仔细的回想一看，是不是这样？
最开始一方面是默默付出不求回报，然后另外一方是默默感激知恩图报，到最后这个变成了喋喋不休无理取闹，这个后来就变成了恼羞成怒就恩将仇报。所有的故事就是这样上演。我想对男生说的是，人的一生是不能欠太多的债的，欠了太多的债就没有自己了。人的一生就是在一个还债的过程当中，要还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要还女朋友的相守之情，还要还岳父岳母的默默付出，这本来没有问题。但是当发现大家一起来要债的时候，我先还哪个好呢？有些人的选择方式是按亲疏来分，先还外债再还内债。有些人呢是按喜好来分，我喜欢谁我就先还谁的钱。很可惜你用了第三种让我最讨厌的方式，那就是谁的钱多我最晚还谁的。你条件好你活该，你借了我钱反正你不急着用，我干嘛要还给你？这是最无耻的一种想法。人家钱多活该给你啊，钱多为什么不帮助别人非得帮助你呢？不就是因为把你当准女婿看才会还，才会借给你，才帮助你吗？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你刚刚明明白白你嘴巴里面是这样说的，他们家条件比我好一点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应该孝敬我父母。我觉得我就孝敬父母，我真的没有多大的错。对，你孝敬父母单就这一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对于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你不想着去如何去回报别人，这如何讲？如果要按亲疏划分，也应该是先还外债再还内债。你口口声声用一句话来做借口，我没有能力，所以我只能先还我父母的债，这什么道理？别人就应该对你施恩，然后再接受你的无情了。女方要的是态度，女方不是要的真金白银。你但凡是想有那种回报的心理，她今天不可能恼羞成怒成这般模样。而你为什么要喋喋不休？为什么要口口声声一个还来？男方心里一定在想，早知道你今天是这样的面目，当初我就不该借你这钱，是不是？你本来是一个多么宽容高大的形象，最后变成了一个讨债鬼。如果爱情是以施恩开始，以偿还来进行，那么当债务还清之日，就是恩断义绝之时。所以说爱情是相守相知，而那些所谓的债务应该是你们俩彼此共同的人生动力。那个债不光是他一个人债，也是你的债，不是你骗你父母，你父母会借钱给他去资助他，不因为你爱他，你父母会资助他。所以所有的债务是你们共同的债务，如果你们还爱着，你们就要共同承担这个所谓的债务，所谓的责任，而不是把它看成是彼此互相要挟的筹码。好意思吧？